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后，俄罗斯也宣布退出，最大的受害者是欧洲国家。美国退群的底气又来自哪里？又为何在盟友背后捅刀？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由于美国单方面的退出了这个开放天空条约以后呢，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来俄罗斯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不想退的就是想保留在里边，因为这个开放天空条约签订之后呢，俄罗斯和北约其他的国家之间呢，还是能够达成一定的互信。那么还可以缓和一下双方的关系，但是美国单方面退出了，那俄罗斯就没必要在里边再待着了，所以普京总统已经签署了这样的文件，也就是俄罗斯也要退出了。那当美俄两国都退出了开放天空条约之后，实际上这个条约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或者必要了。因为当初的时候为什么要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就是说俄罗斯的军机就是军用的侦察机，主要是可以到美国或者是法国，就是签署了开放天空条约这些国家里边去进行这种侦察就是你的这种侦察是定好航线主要是监视什么呢？就监视对方的核武器你比如说导弹的发射井在什么位置上，有没有什么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军队有没有大量的进行调动和部署，比如说把大量的这些机械化部队或者大量的兵员向某一个国家的边境方向再进行移动，那这通过飞机通过侦察都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你既然开放了天空，那就说明你有很多的军事部署是对对方公开透明了。那这样的话呢，双方就可以减少猜忌和这种猜疑。当美国就觉得他要求什么呢？我要求在你俄罗斯的全境任何地方我都要能够进行侦察，但是俄罗斯当然不可能让他在所有的地方都进行侦察。那么美国反过来他也不让俄罗斯进行这种全面的侦察，比如说我划一个区域，华盛顿呢你是不能侦察的，还有一些什么区域呢你是不能去侦察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双方就互相限制。俄罗斯说你要是进入我的领空比如说只让看100公里，那这个我给你的条件也是这样所以美俄之间呢，它就是不断的限制侦察的这个范围。那美国就觉得既然你限制我的侦察范围，我就不干了就退出了。所以美国一退出，俄罗斯它也要退出。但是我们讲，当双方退出之后，吃亏最大的或者是受害最大的是谁是北约的国家。因为美国有大量的军用卫星，它可以无时无刻的不监视着俄罗斯，因为它的这个卫星的分辨率非常高就是你地面上的这些发射井它看的不但是一清二楚，咱们可以说就连你地下行走这个汽车那个车牌那个字号它都看得一清二楚。那你这样的话没有什么秘密可以对美国保住，除非你是拿它全部屏蔽住北约的其他国家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新北约的这些东欧加入新北约的国家。那如果俄罗斯把大量的兵员都调动到他们的周边的时候，或者把导弹指向他们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没有这样的情报，必须要靠美国来给他提供这就带来问题了，就是自己的安全受到了俄罗斯的威胁。那俄罗斯反过来也是这样，他也看不到就是北约这些国家的这些军事行动，况且美国可以自由地穿行这些欧洲的国家，可以到俄罗斯的周边进行侦察，但俄罗斯却不能穿越北约或者欧洲的这些国家的领空所以呢，他就要把更多的武器部署在就是他的周边。那你看在欧洲方向，俄罗斯和北约的其他国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军备竞赛，就互相多部署些武器在自己的边境方向，然后呢来瞄着对方。那对于这个欧洲的国家来讲他们有很多防空反导的武器，他自己是造不了的，他必须从美国买这就是美国要看到的。你们都赶紧增加自己的国防经费，你们都赶紧部署更多的武器装备。那这样一来，美国的军火商就可以更多的向这些欧盟的国家，向这些北约的国家来出售更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
也增加了俄罗斯和北约和欧盟这些国家的互不信任。那这个是美国愿意看到的，那俄罗斯也得因此付出代价，就是要增加更多的部队，增加更多的武器装备来瞄着北约的国家。所以这就是美俄在相继退出了开放天空条约以后，给欧洲整个的安全带上了一个阴影。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